歡迎來到《嗨來》，我是台灣妞，我是娜。我今天要講的案子是台灣重大刑案白小燕案。演藝圈裡面非常有地位的白冰冰女士呢，她是1955年的時候出生，1973年的時候到日本發展，而結識了《小拳王》這部漫畫家作者委員一起相戀，並且結婚而生下了白小燕。之後呢，因為家庭暴力跟外遇的關係，她結束這段婚姻之後，帶着白小燕回到了台灣，並且她在台灣以她很有特色的聲音，然後非常幽默的主持方式呢，在台灣大放異彩。1997年4月14號的時候呢，白小燕在前往醒吾高中的上學路上被3名歹徒綁架，並且帶到五股的一個租屋處囚禁。她當下是眼嘴被封住，然後綁住她的手。大家最知曉的事情應該是他們奪下了白小燕的小指，並且寄售給白冰冰女士勒索贖金的部分。這3名歹徒呢，就是大家所知曉的林春生、陳進興跟高天明。整個案件我可能會提到非常多比較細節的部分，但其實網絡或者是別的平台的地方也都有公布過的詳細內容。那如果你有感到不適的話，你可以直接跳過這個部分。當時的狀況呢，其實是林春生提議奪下白小燕的手指的，當下就先以鐵絲去纏繞了她的左手的小拇指，之後呢，以針筒去注射了麻醉劑之後，由林春生跟高天明呢拖到了廚房的地方。一開始先是以飲料空罐去砸他的手來確認麻藥有沒有起作用，在那之後呢，林春生呢強迫他跪下，由陳進興用藍波刀把他的小指給取下，因為關節處其實是沒有那麼容易可以割斷的。根據證詞呢，他們還是有以磚頭去敲打藍波刀，將他的關節處給切斷。當下他們就打電話給白冰冰，要請白冰冰到長庚高爾夫球場旁邊的墓地的入口去取這些資訊。到了現場了以後呢，白冰冰拿到了女兒3張的裸照跟左手的斷指，並且附上白小燕她的親筆信：媽媽，我被綁架了，現在很痛，你一定要救我。他們要500萬美金，不可以連號的舊鈔票，不可以報警，不然性命休矣，等候聯絡白小燕。這個時代背景呢是1997年，正好是一個媒體非常猖狂，媒體正在搶流量的一個時代，正好是百家爭鳴的媒體時代。我會講這個呢，是因為這一切呢後來都導向是媒體促成了這一綁架案以悲劇收場。500萬美金以當下的匯率其實算起來是台幣13000多萬，超多欸。白冰冰她當下其實已經開始湊錢，透過她自己是一個藝人的關係，透過政商名流等等，因為其實你要湊到不連號的美金現鈔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一方面他還是做了報警，警察也立即就成立了0414就是案發當天的日期，成立了這個小組。但是不知道從哪裡風聲走漏，藝人的小孩被綁架這件事情，媒體不可能不關注。在這之後就是一連串的悲劇，他們想要企圖去繳付贖金，好不容易湊到這個錢了，可是只要白冰冰的車子一出門，後面就會跟一拖拉庫的車子，包含 SNG 的連線車，而導致於呢，他們3個歹徒就會一直換時間、換地點，不停的變動，沒有辦法交付贖金的狀態。中間呢，其實警察有對這些跟隨的記者們大吼說：“你們有沒有良心？這是一個小孩子的命，不要再做這些為了要搶新聞這樣子的行為。”但是呢，記者們全部都不撤退。那時候他們講起來的話，就是所有的記者都在搶着新聞。如果你在現場，你沒有搶到，你就是會被罵到狗血淋頭。即使現場的記者他們不想做這件事情，他们也必須要做。而且當時不是連攻破那個房子裡面也全程連線嗎？對。4月18的時候呢，歹徒已經確認他們報警了嘛，可是當初就有講說不能報警。後來的調查應該是在4月18號這一天，他們已經把白小燕撕票了。在那之後呢，他們還是反覆的一直跟白冰冰這邊聯絡，要交付贖金的事情。從4月14號案發一直到後來，總共前後聯絡了7次交付贖金，然後不停的變更地點，但最後都沒有成功，因為每一次都有記者緊跟，一直等到案發的11天，白冰冰聲淚俱下了，開了記者會，要求全國的國民一起放過他，拜託幫他救救白小燕。我們可以看一下當時的歷史片段。叫恁囝出來自首不要緊，但是叫阮囝放出來。但是白小燕是一張白紙，她
信你總統也不希望失去這麼樣一個愛台灣的人，請你站出來，請大家共同來幫忙白小燕，我們也只是個孤兒寡母，不能這樣子欺負我，大家都苦。這次記者會之後呢，3名歹徒重新又在跟白冰冰聯絡交付贖金的部分，但是他們還是沒有現身，并且呢，警察同時呢得到了3重有可疑人士的線報，所以他們就到現場呢去圍堵他們。警察從這一次才確認了3名歹徒的身份，就是我剛剛講的高天明、陳進興跟林春生。在這之前，所有的聯絡什麼的是完全不知道是這3個人的，他們甚至於他們有幾個人也不知道，就只知道說 OK 白小燕被綁，他們要企圖想辦法把他救回來。人民了後，他們就開始從別的地方去下手，才發生了警察去找張素珍，也就是陳進興的老婆。陳進興自己也是有小孩的人，没錯。等到4月27號的时候呢，他們就拜托張素珍透過記者會來溫情喊話，不過卻在4月28號的時候呢，在泰山的中港大排排水溝找到了一具沒有左手小指的浮屍，他身上總共被綁了6個鐵錘，通知了白冰冰女士到現場認屍。那個時候最被大家所議論的部分呢，白冰冰女士到現場，她一滴眼淚都沒有掉，非常冷靜的做完現場的招魂，然後把白小燕的屍體給帶走。多年了以後，白冰冰女士有接受採訪提到過說她為什麼當下沒有任何高亢的反應，然後沒有大哭，什麼都沒有，是因為她整段過程裡面她一直自責，她覺得她沒有把小孩保護好，最後見到她的時候，她只想說她要堅強，不要讓女兒看到她很崩潰的一面，她只想告訴女兒說你沒事了，你回來媽媽身邊了，媽媽會把你照顧好，這樣子。那我們就回到現場，现场呢，白小燕的屍體呢是全部包裹起來，只留下鼻孔。驗屍的結果呢，它是由尼龍繩所勒斃的，內臟呢有多處的破裂，並且有遭遇性侵，推測的日期應該是在4月18號到4月20號之間。你們要知道，在之後3個歹徒還有在企圖聯絡要拿贖金哦，等於是他們在4月14號綁架了白小燕，4天之後就撕票了。大家講覺得很慘無人道的事情，就他們已經撕票了，然後還持續的在要這個贖金。那我們前面有講到說，在整個交付贖金的過程都因為媒體，所以沒有辦法交付嘛。更讓人非常氣憤的是，當初浮屍一出來了以後，中國時報、自立早報等媒體，像自立早報已經沒了，全部都在頭版刊登了白小燕的屍體照片。哈，真的假的？包含她的斷指，確認已經被撕票了以後，警方就毫無顧忌的全面發行了通緝令，獎金高達1000萬台幣。全台灣呢都發動了警察在山區收人，針對人煙稀少的部分去搜尋這3個犯人的痕跡。但是呢，這3個犯人不但沒有被抓到，他們還在全台持續的做強姦、強盜、綁票等等的案件，而導致於5月4號到5月18號白小燕案發生了1個月後，有台灣多名的團體發起了覺得政府辦事不力啊、治安敗壞啊這樣子的遊行，悼念白小燕的時候呢，甚至有在總統府上面用鐳射打了認錯這2個字，要政府扛起責任。5月28號的時候呢，陳進興他們一行人有從台中寄了一封信檢察官，要求釋放比如說張素珍還有張素珍的弟弟等周邊的親戚，表示他們3個人才是犯下罪行的人，無相關的人士都要求釋放。所以他那時候家人是被羈押哦。对，在逃亡的途中犯下了哪些案行呢？比如說在6月6號的時候，他們綁架了台北縣議員蔡明堂；8月8號的時候綁架了陳姓商人，各要求了贖金500萬，也就是總共1000萬也都得手，並且在拿到贖金以後也都釋放了。全台灣都知道大案子怎麼會一直都沒有被抓到呢？是因為他們3個人是完全分開的行動，下一次我們幾月幾號在哪裡碰面，在那中間他們彼此之間完全不會聯
聯絡，也不會去過問說你這段時間藏匿在哪裡啊，做什麼事情，他們不會頻繁的聯絡，而導致於更不好抓，並且他們不是有當小偷或是強盜嘛，他們就會偷到身份證再去買機車，他們騎的機車都不是贓車，所以也沒有辦法用贓車這個部分去查，導致於呢警察們要先去過濾全台灣有哪一些證件是遺失的，比對在這段時間買了新的機車的，才能去查出來說這台車可能是他們所駕駛的摩托車。所以他們赎金是拿現金，对不對？一定的。对，以及他們3個人非常小心，他們在一個地方都不會待超過1個禮拜，待一待，然後開始有點讓人家起疑的時候，他們都已經離開那個地方了。8月11號的時候，有目擊陳星星一個案子，闖進了3個女生住宿的地方，企圖想要對他們犯行。這3個女子呢，就是一般的假日在家裡面看電視的看電視啊，躺床的躺床這樣子。陳進興就突然從他們的前門進來了，要求他們就是到房間裡面要把他們3個人都捆綁起來。其中有一個女生，她應該是情緒崩潰，瘋狂的大吼大叫，然後亂掙扎、亂滾、亂揮，完全不怕死，就是瘋掉的狀態，反而嚇退了陳進興，導致於陳進興他現場就跑走了。他們就立即報案，然後警察也到現場備案，還不知道對方是陳進興，就只是知道說有一個人闖入了。審問完以後，警察就離開了，然後陳進興又回來了。從這個案子你可以看到，陳進興是一個非常有報復心的人，對於他沒有得手的事情，他沒有辦法放過。這一次呢，他成功的把這3個人都綁起來了以後，沒料到剛剛來取證的警察，正好有一個警察不清楚他回來的原因是什麼，推測他應該是有想要再問的詳細細節，按了電鈴，但是因為3個女生都被綁着嘛，就變成陳進興去應門，用力開門撞了那個警察以後往外跑。可是警察都是2人一隊，所以一個警察在樓下，一個警察在樓上门口。他邊往下跑的時候呢，他還取出他的槍，然後去射擊了在外面等待的那個警察，搶了路人的腳踏車逃逸。因為有發生這件事情，才讓警察發現到他是陳進興。對，逃竄的4個月裡面呢，他總共犯了4起的強暴案，橫跨的年齡從13歲到60歲都有。到了8月19號的時候，高天明跟林春生呢，他們在五常街出沒，而發生了十分著名的五常街槍擊案，是現場 SNG 連線，而且現場極端之混亂。到底是什麼狀況呢？他們2個人當天約了在那裡要接頭，要偷渡出去的人，所以他們才會出現在那裡，就是一個鬧區嘛。談好的價錢是以1人100萬，讓他們過幾天就可以偷渡出去。他們在一個還沒有開放給人家住的國宅裡面，而被人家通報國宅還在施工，所以就是會有很多的工人進出，然後工人進出以後就覺得說，還沒住的那五郎，就跟他們工頭講說，剛在那邊有人，工頭就報警，有外人入侵，然後他們沒有辦法處理，警察去敲門，門才一開，他們就直接對警察掃射。居然是扫射，警察那时候才驚覺到說，是有槍的人，也導致於現場的曹立明警察當場過世了。他們2個人就在這個混亂當中，由還沒有裝冷氣的冷氣口逃逸往下跳。因為警察都是2個為一個 team 嘛，另外一個警察重傷被掃射，重傷的警察立即就認出來他們是高天明跟林春生，當場就呼叫了大力的警員，荷槍實彈。大批的武裝警員就全部都往五常街聚集，現場的特勤部隊和警察總共聚集了多少人，你知道嗎？800多人，這麼多人，全部往五常街聚集。已經8月咯，那時候已經逃逸了4個多月了，到處犯案，警察面子已經掛不住了。對，給你們看一下現場的畫面，你們知道有多混亂？有一般民眾、圍觀的民眾，有警察，有記者。记者都要搶拍鏡頭，完全不受警察的控制的，一直想要走到比盾牌還要前面的位置。可是呢，警察在那個狀況下還沒有辦法確認高天明跟林春生的正確位置，什麼時候他們會突然衝出來掃射都不知道。在這狀況下，他沒有辦法管記者，現場的警察都非常的生氣，記者很不受控，又有一堆圍觀的民眾，等於是警察他們要在這一堆的圍觀民眾裡面找出來高天明跟林春生，外加是民宅，他們那時候是一棟一棟搜，但其實林春生跟高天明他們已經分開走，并且他們鑽後面的小巷，特別是高天明，他直接鑽到外面的路上搶了路人的摩托車，剩下林春生他還在那裡逃竄，就真的被警察給堵到了，正好跑進了一個防火巷，是死巷，跟警察火拼。
當場死亡。其實還有發生一個插曲呢，就是現場到場的警察非常的多，然後又有發生槍擊案，又有人殉職，又有火拼這樣子。後面呢還有警察，他們為了是誰抓到這個林春生，長官授獎啊，就有警察跳出來表示說授獎不公，明明是他們在前線火拼，可是卻是長官出來授獎的这種插曲。當時現場真的十分非常混亂，他們只能透過撿子彈對照誰開了幾槍，誰開了幾槍。那件事情過了2個月之後呢，高天明跟陳進興來到了一家方寶芳診所。方寶芳診所案子也是一個大悲劇，陳進興跟高天明他們一起進到這整形診所，並且以行刑式的方式呢殺了裡面的3個工作的醫護人員。因為當下警察進去的時候呢，醫生是直接頭部中槍死亡在手術室裡面，2個護理師，一個是在廁所裡面的馬桶上面坐着死亡的，那另外一名護理師呢是在手術室的旁邊倒臥的，只是他老婆殺了这對夫妻。他們推斷應該是在手術一結束，他們就把他們全部槍殺了。他們只能以手術室裡面殘留的物品去問其他的醫生說，可不可以幫我們推測一下是做了什麼手術。那時候醫生就有說，看這樣子裡面的就是縫線啊什麼的，吸血紗布這些去推斷出來的話，應該是小的手術，不是太大的手術。之後高天明身亡了以後呢，發現他的眼睛的縫線沒有拆。在這之後呢，他們就離開了。是後來診所裡面本來就有固定來清潔的清潔婦進來以後，看到這個慘狀才報警。那現場呢還有什麼樣的痕跡呢？第一個是院長坐的位置的椅子上面有一張紙，上面企圖想要畫人臉的形狀。猜測其實一開始他們到場的時候，醫生應該是有想要先跟他們說明說手術要怎麼進行，但是他們2個沒有聽了耐心，直接把醫生就往裡面擼了，白紙就掉落在現場。那個醫生應該麻醉給他下重一點啊，麻到死。對啊。然後呢，讓人比較難過的是，在廁所的護理師，他居然在這過程裡面還被陳進興性侵。哦，拜託，而且他是生理期來的狀態哦。陳進興在逃亡期間，他做了非常多次的性侵案。一開始的時候都不知道這些案子是他做的，科學犯案還沒有那麼的明確。重點是陳進興他那時候還沒有被建檔，他 DNA 是沒有被建檔的。OK， 是他其中一個性侵案強暴對方的過程裡面，被害者比較特殊的是，他沒有像其他被害者慘叫或什麼的，他是從頭到尾非常凶狠的一直瞪着陳進興。陳進興可能就被他瞪得不爽，就有回他講說：“你記得我叫陳進興。”所以這個被害人在去報案的時候，採取陳進興的精液，再由這精液去建檔 ，DNA 符合了其他這些的案子，才推論說陳進興在這一段時間強暴了這麼多人，這樣子是不是聽了很搭配的一個案子？對，陳進興的老婆知道他這樣嗎？是不是？在這整形案之後1個月呢，高天明呢，他可能仗着自己整形不會被發現，不過動個眼睛而已，他就大搖大擺的進入了台北北投的色情油壓店。但是呢，警察那時候已經下了很多線民，我們之前有講，他們有幾個機車車號其實已經被鎖定了嘛。透過線民跟他們講說，你們要幫我們注意這機車車號，就還真的有線民注意到這機車車號，跟總部回報，非常多的警察就立即到現場包圍了色情按摩店。當下高天明挾持了一個色情按摩的小姐，企圖逃走，但因為警察的人數實在太多了，他知道他自己無路可逃了，所以他最後是引彈自盡。自殺，我也覺得他是自殺，還剩一個大魔。這件事情到現在經歷了已經半年了喲。等到11月18號的時候呢，陳進興企圖要去一個民宅性侵一對姐妹，但是被發現了以後逃走。當天的晚上呢，他就潛入了非常著名的南非駐中華民國大使館挾持案，就是這天晚上發生的。陳進興為什麼會做這件事情？你不覺得他做這件事情很沒頭沒尾嗎？你說挾持嗎？對，突然去南非大使館挾持。他們覺得現在的社會風氣狀況之下，他們3個人被抓不會得到公平的審判。在說什麼鬼話？然後他們覺得警察現在抓着他們的家人啊，會讓他們屈打成招，然後到時候是一定會被判很重的刑。當初高天明就覺得，如果我們要得到公平的審判，我們就要讓這整件事情浮出，變成國際社會事件，我們才有可能會得到公平的審判。所以才去找南非的。對，他們第一開始其實提議的是要把美國學校的校車開到關渡大橋上面，挾持整車的學生，然後來談判。真的是無法理解的。你看起來好不屑哦。
什麼屁話？中間有這提議這件事情，我覺得才會導致於後來陳進興會想要去南非大使館去挾持這個武官。他根本就是應該挾持美國學校，然後 FBI 的人來抓他啦。真的是有事吗？南非大使館裡面呢是有武官卓茂奇上校的家中，也是军人出身的，一家5口，包含他的老婆、2個小孩以及個嬰兒。那個嬰兒其實是領養的嬰兒，所以年紀還非常非常的小。跑到了武官的家裡面了以後呢，他先要求 Christine、Melanie 跟安妮是太太，3個女生呢坐在一起，然後把他們的手後面都綁起來。當時安妮就有跟他表示說裡面還有個嬰兒，所以呢陳進興當時沒有把安妮綁起來，就是讓他可以去照顧這個嬰兒。陳進興打電話給了北投分局，表示說他是陳進興被司法迫害，要求先釋放他無辜的家人，包含他的太太、他的弟弟，並且要求國際媒體都要來跟他對話，他要接受國際媒體的採訪。SNG 車還有警察全部都到了現場。我們那時候其實可以看到新聞畫面，直接 SNG 車轉播，從晚上轉播到早上，所有的新聞都在講說現在發生什麼事情啊？你知道那时候狀況有多混亂嗎？狙擊手要去制高點，要跟記者搶位置呢，因為他們都要有一個視野好的制高點，所有都在往高處跑。對，我看這一段真的對記者蠻生氣的。當時呢，主要人物呢就是當時的台北市刑警大隊隊長侯友宜先生，還有進去協助談判的律師謝長廷。那因為現場其實有放了一些狙擊槍，擔心隨時會有危險，但是他們那時候的策略呢是希望先以不要傷到任何人質為主。那當時談判呢有一個說法是說，因為狙擊槍紅外線的點惹毛了陳進興，才會導致於後來開槍誤射了梅蘭妮跟卓茂奇，就是他其中一個女兒跟武官2個人是有受傷的。但是根據後來人質出来的傳言是說，其實是因為貓跳來跳去太緊張而導致於陳進興的子彈誤發，就是他其實沒有想要傷人，因為他知道那他談判籌碼吧，对。但是因為這件事情立即讓事情升溫嘛，人質受傷了。那時候陳進興是表示說他願意跟侯友宜談，之前他有看過侯友宜上電視，他知道侯友宜的地位很高。侯友宜警告陳進興是說，如果你開槍打人質，我就開槍打你。侯友宜進去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把這2名受傷的人質帶走，那他進去也成功的把這2名受傷的人質帶了出來，這些都有新聞畫面。在後面就發生了歷史上面非常荒謬的事件。你知道陳進興那時候就有跟非常多的媒體 call in， 然後 live 連線，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戴中仁，再來是美聯社。一開始呢其實是美联社先打電話打到武官的家裡，可是美聯社他們只想要確認說裡面人質是不是都安全，美聯社確定人都安全以後，他們就把電話掛掉了。台視的戴中仁這邊的小組他們得知說居然有人打電話打得進去，那我們要 call in 跟他对談。戴中仁就是有跟陈進興在那邊聊一些說你為什麼要做這樣的事情這一類的事情，當然也有溫情喊話說一些說你家裡有小孩啊什麼什麼之類的，叫他想清楚這一類的。是的，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话，你們可以去找戴中仁的這一段 interview， 但我不想要赘述的原因是因为我并不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榜樣，完全就是開放給加害者一個平台，對外可以喊話的平台，其實這是一個很不 OK 的事情。對啊，戴中仁訪問完之後，其實其他的電視台陸陸續續都企圖想要跟他做 call in， 這樣子就是一個很混亂的媒體時代。最後陳進興跟警方要求說他要跟張素貞他的妻子對話，警察最後呢是帶上了張素貞還有謝長廷放進去跟陳進興對話，並且談成一個協議呢。第一呢就是司法呢會盡量的協助調查，還給張素貞清白。第二，謝長廷這邊會幫陳進興辯護，以這樣子的條件，陳進興才願意釋放人質。最後他在侯友宜上銬的狀況之下，跟張素貞還有所有的人質一起離開會場，也就是我們當初看到的新聞畫面。最後其實有一份內容我不確定它的真實性，所以我覺得大家就是聽聽就好。當時張素貞進去的時候呢，其實有一位陳太太，化名陳太太的人一起陪她進去。她進去的工作呢是要幫忙翻譯，不確定他們有沒有辦法很好溝通，就是以張素貞的好朋友的方式進去跟陳進興溝通。但是他表示說，大家都以為氣氛很緊張，可是其實進去以後氣氛是很溫馨的。陳進興很緊張，所以他雙手一直抓着槍，但是基本上他並沒有很限制武官的太太跟他小女兒的行動，想要去上廁所就上廁所，小孩子要寫作業啊或是玩玩具也都會讓他去，也都會讓他照顧那個小孩，甚至於呢還有看到武官的小孩在旁邊玩陳進興的子彈。
就陳進興就還有讓他玩那個子彈這樣，還有聊一下說什麼哦，你們對槍很了解啊，對子彈很了解。安妮就還有跟陳進興聊說啊，我先生是武官啊，我們對這些東西都不陌生。就是其實內容並沒有我們想的這麼崩的情緒。然後陳進興進來以後，其實一直有跟張素貞道歉，因為他的關係才變成這樣。那張素貞也有盡到他的任務，好好說服他說你要投案，我們才有救。他也有提議說我們可以去找謝長廷幫我們辯護，所以最後才會說好，那我們就投降出去。在最後進來之前，其實陳進興也有跟謝長廷那時候是律師的身份感謝他，也感謝侯友宜。我覺得安妮夫人我覺得是最大心的一個人。他遭遇這些事情了以後，因为陳進興最後他跟張素貞兩個人有對安妮下跪道歉，說抱歉把你們捲進這件事情來。安妮最後是跟他們講說上帝一定會原諒你們的這樣子。陳進興之前性侵了這麼多人，怎麼沒有動這邊的人呢？他可能不動外國人。對啊，那是什麼意思啊？對，但我以上講的這一段呢，都是野史，有一個號稱是陳太太當初陪進去翻譯的人出來投書的狀況，但是這個投書是真是假，我沒有辦法查證，所以大家就聽聽就好。陳進興呢，在逃亡的期間呢，總共犯了19起的強暴案，從13歲到60歲都有。但是他自己是對警察表示，從以前到現在呢，总共強暴了至少50人。对，他一直就是有做這件事情。对，有表示說，其實很多被他性侵的人不敢報案，因為他都會威脅說他會再回來找他們。好可怕！最後陳進興總共因為12項犯罪事實被判處了5個死刑，2個無期徒刑，59年6個月的有期徒刑。其中呢，他的家人張志輝跟周火榮這2個人呢，一個是太太的弟弟，另外是認識的人。這2個人呢，都是在講說他們有沒有幫忙一起看管白小燕。我看判決書裡面是在講說張素貞的弟弟呢有幫忙看管白小燕，但是張素貞的弟弟表示他是屈打成招，並沒有參與白小燕這麼多的內容。可是因為當下他就是被警察說他們3個人把白小燕綁在那裡的時候，你就是有去送吃的，然後有幫忙看管白小燕這樣子。最後他是被判無罪。但在1999年的10月的時候呢，陳進興呢在當天伏法了。他最後的一餐呢就是吃了一些滷菜跟酒，其實是沒有進食。然後呢他就抽了2根菸了以後，就表示說他願意出去伏法了。當下其實警察有企圖想要查這個案子，他們為什麼會鎖定白冰冰的女兒這件事情，其實警察也要查。陳進興其實有表示說他們是有人知道他們，並且指定要綁白冰冰的小孩白小燕的。指定誰呀？陳進興表示接頭人只有林春生知道，但林春生在第一次槍擊案就已經死亡了，所以就變成這件事情是一個謎，有可能是他編出來的。對，那這件事情呢，在政治方面有什麼樣影響呢？當時是國民黨執政，那因為這件事情暴露了治安敗壞的等等的這個方面的政治操作，導致於民進黨就在那時候翻盤了。本來是國民黨為主要執政政黨的，但後來因為政治敗壞啊，然後這些抗議的活動啊，而且長達半年的時間，你要想象半年的時間，大家都不知道陳進興什麼時候會闖到你的家裡強暴你哦。啊、除了這個案子之外，同時之間還有別的很多的案子。當時那個年代是除了這個3個人在逃，還有其他很多的槍擊案、殺人案、路上的搶劫，都是這個時代。因為這個案子對於民進黨後來變成主要政黨是蠻大的一個因素。另外要講的事情呢，就是我從頭到尾一直在提到的關於新聞媒體道德方面，新聞媒體道德的界限，新聞媒體到底在遇到這樣子的事情的時候，應該要報道到什麼樣層面，我們是不是應該有所規範，這些東西都會被拿出來討論。因為呢，很多人覺得如果當初沒有新聞媒體這樣子的大幅報道，也許白小燕在交付贖金以後是可以平安回家的。我覺得我們現在這個時代真的是有一點難以想象說，交付贖金的時候 SNG 車跟着跑，這真的是蠻誇張的。但是我有個疑問呢，因為當初我記得我看到的報道，有的是說，之所以會被撕票的原因，有一部分是因為白冰冰報了警。應該是說白冰冰的確有報警，可是其實警察是有能力不要讓這件消息走漏的。報警這件事情是可以不要被歹徒知道的。就像我們看的很多電影一樣，警察他們是有辦法藏匿自己的身份，不要讓他知道說被害者已經報警了。為什麼會被歹徒知道說他報警？完全就是因為這些記者大篇幅的報道。對，其實中間還有發生別的事情呢，就是陳進興他其實有強暴了被害者以後，並且跟被害者同居的狀況，導致於這個女生她後來就是被以藏匿罪犯被起訴。那個時代，我們那個時代還沒有在那邊講一些心理學上面的效應嘛。那她其實就是因為害怕所以被操控的一個角色。可是在那個時候她是有被起訴，而且還被抓去關的。她有被抓去關？對，這女生被害者可是因為她藏匿犯人，但是不是她是被威脅的嗎？對。
那個時代就是沒有這個概念。這個女生她後來接受採訪，她覺得她很冤枉，她覺得她當下是沒有選擇的。以法官的角度是會變成說，你中間會有出去買飯啊什麼的，你都是有逃跑的機會的啊。可是以被害者的立場，她不知道陳星星什麼時候會來報復她。對啊，我覺得以現代的角度跟以前的角度看事情就會變得不一樣。這個東西我是在判決書裡面看到的啦，就是他們3個人有表示說，他們在做這個案子之前呢，其實有規劃整個案子，整個案子的名字叫做天一計劃。大概是在整個案子發生前的1個禮拜，找了五股的倉庫啊，然後加裝遙控器啊，準備這些繩索、手套、假髮、假鬍鬚、麻醉藥劑、鐵鏈等等，然後並且討論交付地點、路線圖等等的這些，他們稱之為天一計劃。他們完全就是有計劃性的去犯這個罪。到底是不是真的有個幕後的人想要對白冰冰不利，這件事情就變成永遠的謎了。但是其中有一個 interview 我看了蠻難過的，其中一個說法就是在講說白冰冰啊跟人家開塔慶狗賭債糾紛，所以才會導致於白小燕被捲入什麼的，這些事情完全就是子虛烏有，完全沒有這件事情。然後白冰冰也沒有跟這些人認識，白冰冰女士當初還跟這個爆料的人絕交。我覺得絕交歸絕交，可是對她來說就是一個很大的傷害。然後呢，我還有看到一個就是比較屬於靈異類的，白冰冰女士有表示說，好像是頭七的時候吧，她在家裡面睡覺的時候，她覺得白小燕回來看她，因為白小燕那時候是泡在水裡面，帶她出來的時候其實身上有一些味道，她就說她有聞到那個味道，聞到那味道慢慢遠離她，她有追出去。我看了好難過，好可憐。对啊，我覺得我們現在這個時代其實很難想象曾經有一個這麼治安這麼混亂的一個年代。我當初是知道這個案子，因為真的鬧得很大，但是我其實不知道媒體在這個案子裡面有這麼惡劣的角色。我也不知道陳晶晶他甚至有寫一個投書到媒體，他有講說他犯這些什麼強暴案啊、搶劫殺人，他都是為了法律的不公不義，為了要得到法律公正的審判，所以我才會殺人放火罪，我就是要搞得你們全台灣人心惶惶，這樣子才會跟我對談。但是犯罪心理學家說，他就是在冠冕堂皇的包裝他自己，他就是有性成癮的問題，才會需要到處去解決他的性衝動，沒有什麼冠冕堂皇說什麼我強暴人其實是為了要有更好的談判條件。那個年代沒有測這些，那個年代對，那個年代沒有測這些，而且大案子就是很快把它槍決了。对，總而言之，以上呢就是我這次為大家做這個看完以後就是心情會蠻不好的一個案子。那以上呢就是台灣著名的白小燕綁架案。如果喜歡分享的話，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還有 Day 開小鈴鐺。我是台灣妞，我是喜娜，拜拜拜拜。我累了，好長哦。好，就已經6點了。我好累。你快撐完了。对，我快講完了。好。